右长，此行务必当道扎营，不可轻敌。如丢街亭，愿受军法处置，当斩。弟兄们，随我出征！上什么山？按老子说的来！参军，前方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，请参军下令上山据险而守。参军，魏军全是重甲铁骑，我们2万步兵在平地上连一次冲锋都挡不住啊！参军，丞相临行前嘱咐务必当道扎营，不可轻敌。但前方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，魏军平推过来，我军必定全军覆没，请参军下令，全军上山据险而守。参军，魏军全是重甲铁骑，我们这2万步兵在平地上连他们一次冲锋都挡不住啊！一旦阵型被冲散，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。上山吧，参军！山上地势高，骑兵冲不上去。请参军下令上山。上山？上山就完蛋！张爷一来切断水源，蜀军不战自溃。历史上的马谡就是这么把诸葛亮的大业玩崩的。现在自己成了这个3国第1伪国王，绝对不能重蹈覆辙。谁再敢提上山2字，这就是下场！参军，你疯了！不上山，我们拿什么挡张合的5万铁骑？那是大魏最精锐的重骑，步兵对冲那是送死！不能上山，山上没水，张合只要围住山脚，断了我们的水源，最多3天，你们连拿刀的力气都没有，全得渴死在山上。那也比在平地被骑兵碾成肉泥强。我们只有2万人，根本不够魏军塞牙缝。放屁！退后1步者斩！今日就在这当道扎营。我马谡立下生死军令状，丢了街亭，我就自刎归天。看清楚这里，两侧是高地，中间窄，2头宽，这是一个天然的漏斗地形。全军听令，立刻就地取材砍伐树木，在漏斗最窄处给我挖交叉壕沟，深度必须过胸，宽度必须超过战马的跳跃极限。参军，这里全是硬土，挖壕沟费时费力。张合的先锋明天就到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我让你挖你就挖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壕沟挖好后，把砍下来的树木削尖，做成防骑兵巨马。1层不够，给我布3层，把这个漏斗口给我彻底堵死。参军，这怎么可能完成？兄弟们连夜赶路，体力早就透支了，透支也得干，干不完一起完蛋。参军，就算布了巨马，魏军骑兵冲锋的惯性极大，木头巨马根本挡不住几波冲击，木头一断，防线就溃了。巨马不是用来挡住他们的，是用来降速的。只要骑兵的速度降下来，他们就是活靶子。所有人脱掉甲胄，只留单衣，拿起铁锹和法头。2个时辰内，我要看到第1条壕沟成型。做不到的，对正斩，迎将斩。没吃饭吗？用力挖！你想明天被魏军的马蹄踩碎脑袋吗？疯了，参军彻底疯了。大汉的大业就要葬送在这个疯子手里了。王将军，我们要不要找机会把他绑了，强行带兄弟们撤回汉中？留在这里绝对是死路一条。闭嘴！临阵滑片，你想死吗？赶紧去督促伐木。这还不够，对付重骑兵，这点防御远远不够。黄喜，滚过来！把军中最精壮的士兵挑出来，11人为一队，2个盾牌手在前，4个长枪手在后，给我练阵型。参军，这是什么阵法？少废话，照做。报！说，魏军先锋大将张合部比预期提前半日抵达，距离界陵不足10里，3000轻骑兵正在急行军。不足10里，完了，全完了！魏军来了，快跑啊！参军，快退回来！骑兵冲锋，你在前面会被踩碎的！闭嘴！老子就站在这里，我若退，尔等斩我；尔等退，我斩尔等。今天谁敢退后半步，力斩不赦！放箭！举盾！参军，他们要冲阵了，巨马挡不住的。中路盾阵，撤开，放他们进来。撤开！中路一开，阵型就全散了，他们会直接杀透中军。执行军令，中路让开一条通道，快！中路退，往2侧散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蜀军溃了，连阵型都稳不住，随我冲杀进去，踏平他们的大营！散开，往2侧绕行，别挤在一起！哈哈哈！全军出击，以小队为单位，切割他们！参军，
这是什么阵法？这么分散，怎么挡骑兵？骑兵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撞散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跟我冲！斩将夺旗！蜀将受死！可敢与我决一死战？参军退后，我来战他！战个屁！老子是文官，单挑个锤子！射程刺猬，放！将军死了，快跑啊！我们打赢了！参军神威，末将有眼无珠，竟不知参军胸中藏有如此神鬼莫测的阵法，步战碾压骑兵，参军真乃神人也！参军威武！都起来！打赢一个先锋，看把你们出息的！把他们的铠甲扒了，兵器收了，所有人抓紧时间清理骏马，把他们堆到壕沟前面当掩体。张合主力5万大军，传我将令，分兵2万，包围那座土山，切断水源。马谡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，诸葛亮派他来守节亭，简直是自投罗网。他必在那山上扎营，断了水，3天之内，我让他全军渴死。将军，山上没人，没人。马谡不在山上，当道扎营乃是兵家大忌。马谡这个蠢货，居然不按套路出牌，自己准备了半个月的断水剧本，活生生变成了一个笑话。看马是干什么吃的？蜀军在哪儿？将军，蜀军全堵在马路上。匹夫，安敢戏弄于我？不在山上待着，跑平地来找死！老子成全你！重装步兵出列，给我平推过去，把那些烂木头连同马谡的脑袋一起踩成肉泥！参军，是魏军的铁浮屠，常规弓箭根本射不穿他们的铁甲，巨马一撞就碎。慌个屁！铁甲再厚也是人穿的。连弩营上阵，第1排蹲下，第2排站立，第3排踩在土箱上。第1排放，第2排放，第3排放，第1排装填完毕，放。3段射击，火力不绝，这简直是神技！参军真乃兵仙也！马谡，连弩威力巨大，射速极快，但装填极其耗费体力，且射程有限。最关键的是，蜀军为了布置这3层火力瓦，所有精锐都集中在了正面高地。正面停止强攻，传令虎豹骑统领，带3000最精锐的虎豹骑卸下马蹄，衔毛裹足，给我从内处缓坡绕过去，撕碎他们的侧翼。我要马谡的脑袋！冲锋！侧翼，魏军偷袭侧翼，完了，侧翼连巨马都没摆，全是一群散兵游勇。马谡小儿，侧翼空虚，我看你拿什么挡我的虎豹骑？擂鼓，给虎豹骑助威，一波冲垮他们，直取中军帅帐。杀！车旋阵，步兵版，开转。步兵结缘阵，找死！转起来，搅碎他们！转起来了！步兵阵居然能转起来！参军，这到底是什么阵法？车旋阵，骑兵能用车旋阵冲锋，步兵一样能用车旋阵绞肉。只要配合够默契，来多少骑兵都是送死。不可能！步兵怎么可能挡得住虎豹骑的冲锋？那是什么鬼阵法？废物，全是废物！鸣金，快鸣金收兵！参军，今日一战斩魏军先锋主将，破重步兵方阵，绞杀虎豹骑，我军伤亡不足2000。参军神威，我等誓死追随参军。参军，趁着夜色，我们还有18000兄弟，现在往汉中方向突围，还能保住有生力量。再拖下去就是等死。突围，街亭峡谷，外面就是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。我们2条腿的步兵跑得过张合4条腿的重骑兵。只要我们一退，阵型一散，张合的铁骑半个时辰就能追上，到时候不用打，踩都能把我们踩成肉泥。那怎么办？没剑没木头，明天拿命去填吗？谁说要拿命填？传令下去，让兄弟们去阵地前沿，把剩下的那些破巨马、断木头全给我拔了，劈成柴火。拔了巨马，我们连最后一层皮都没了。张合的步兵闭着眼睛都能推进来，让你拔你就拔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拖下去必死！我要在明日午时之前全歼张合。去，把昨天从魏军先锋营缴获的物资翻一遍，我记得里面有一套魏军将领带给随军各一的艳丽红裙，给我找出来！还不快去！
去，把军中嗓门最大的10个士兵给我挑出来，让他们把这段话背熟。明天天一亮，让他们去魏军大营阵前，给我扯开嗓子骂。张合老贼，缩头乌龟！5万大军打不过2万步兵，你干脆回家种地去吧。我家参军说了，你若是怕了，就穿上这套红子，抹上胭脂，过来给爷爷们跳个舞，爷爷们就饶你一条狗命。猖狂！什么味道？报，将军，蜀军在阵前烤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将军，请战！末将愿打头阵，不杀马谡，提头来见。太平静了，太反常了。兵书云：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蜀军拆了巨马，大开门户，主将阵前烤肉，这摆明了是空城计。不对，昨天探马汇报的很清楚，蜀军的物资已经耗尽，那3段式连弩阵也彻底哑火了。马谡拿什么埋伏？他只有2万人，昨天又死伤了一些，现在满打满算不到1万8，就算有埋伏，能吃下5万精锐。哼，马谡啊马谡，你是在跟我赌命啊！全军出击，踏平街亭，我要活剥了马谡！推进，不要停，把他们踩成肉泥！稳住！谁敢退后一步，老子先砍了他！参军，挡不住了，魏军人太多了，我们这2万人马上就要被挤下悬崖了。皇上，你的空城计唱砸了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全军压上，一个不留！拿马谡人头者赏1000金！张合的5万大军已经进入街亭峡谷，街亭峡谷是一个天然的伏击战场。只要马谡能够守住街亭，那么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就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。但是，怎么回事？后军在干什么？将军，退路被封死了，两边的山上全是蜀军的伏兵，他们在砸石头。探马不是说山上没人吗？他们哪里来的石头和木头？将军，他们把前几天砍的木头全搬到山上去了。张侯，你真以为老子会拿2万人跟你硬拼防线？全军听令，化整为零，100人一队，结鸳鸯阵。这是什么打法？参军神威，参军真乃神人也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步兵怎么能这么打仗？阵型全乱了，全乱了！我纵横沙场几1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易、如此疯狂的战术。放弃整体防线，主动把大军拆散，去包围数倍于己的敌人，这是疯子才会干的事情。偏偏这个疯子成功了。张合，你不是要活剥了我吗？来啊！杀马谡，大军必亡！亲卫营，跟我来！斩杀马谡，大军可活！拦住他！弓弩手呢？射马！王谢，跟我上！今天就是死，也不能让他靠近参军半步。你退下！参军，张合疯了，他武艺极高，兄弟们挡不住。老子自己来！马谡，你一介穷酸书生，纸上谈兵的废物，也敢穿上铁甲装猛将？你那细胳膊细腿，拿得稳刀吗？敢不敢滚下来，跟你张爷爷单挑？老子让你一只手，3回合不砍下你的狗头！单挑？老子脑子进水了，才跟你一个匹夫单挑！连弩手，给老子贴脸输出！他不按常理出牌，说好的武将尊严呢？放！卑鄙小人，无耻之徒！无耻你大爷！兵不厌诈，懂不懂？给老子接着射！长枪手上，把他开给老子扎成筛子！挡我者死！参军，这回太凶悍了，枪手顶不住啊！重甲步战加上连续挥舞重型长戟，对体力消耗极易恐怖。他的动作虽然依旧凶猛，但速度已经慢了下来，撑不了多久。拿子的特质狼进来！都给老子让开！老贼，接招！给老子按住他！放开！捅他！
张合已死。张合已死！张合已死！张合已死！大将军死了！射！降者不杀，降者不杀，蹲下免死。王将军，战损点出来了，说我军阵亡1200人，重伤800，斩首13000，俘虏25000余人，缴获战马12000匹，3万担粮草1比10，魏军的硬弓5000把，箭矢10万支，重加粮。咱们真打赢了张合的5万精锐，参军神威，属下服了，心服口服。参军，你硬生生用2万步兵把张合的5万铁骑打成了孙子，用连弩废了重甲步兵，还用石头断后关门打狗，这等微操，就算丞相亲临也打不出这种神仙仗。参军神威，报汉中800里加急。念念。丞相手令，街亭乃咽喉要地，无险可守。料张合5万精锐已至，必断水源。若当道扎营，必遭全歼。大汉北伐大业不可毁于一旦。命马谡、王平即刻放弃街亭，稍稍营帐，率残部速退回汉中。不得有误，若有抗命，军法处置。参军，丞相不知前方战况，这手令发出的时间，肯定是咱们刚和张合前锋交手的时候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仗打赢了，还要撤吗？参军，军令如山。既然丞相下令撤退，咱们现在带着张合的人头和1万多匹战马回去，已经是天大的奇功。对，赶紧撤吧。张合虽死，但魏军在关中还有兵马，长安城里还有夏侯茂。洛阳那边，司马懿手里握着10万大军，随时会通过陈仓道压过来。撤吧，参军，咱们已经创造奇迹了，见好就收吧。咱们这2万人连日血战，将士们早就疲惫不堪，干粮只剩下3天的分量。箭矢虽然缴获了一些，但根本不够打一场攻城战。保全这支虎狼之师，咱们回汉中休战，来年再跟着丞相北伐，照样能建功立业。退回汉中，跟那帮文官扯皮，然后再等诸葛亮写出师表，一次次北伐失败，最后星落秋风5丈原。老子好不容易踹翻了历史的必败局，好不容易把这群步兵练成了见血的疯狗，现在回去等于前功尽弃。撤！对，立刻清点物资，把带不走的重型辎重全烧了，全军换上轻装，日夜兼程撤回汉中。参军，你疯了！这是丞相的手令，抗命不遵，诛9族的大罪。2次抗命，这是死罪啊！参军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去把沙盘抬过来。不要汉中了，全军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长安。参军，我不能让你带着兄弟们去送死。来人，把参军绑了，押回汉中。绑我？你问问底下的兄弟们，谁敢绑我？兄弟们，咱们刚刚宰了张合，大魏5子良将，咱们用2万人生吞了魏国5万铁骑。现在长安就在前面，里面全是金银财宝。打下长安，你们个个都是万户侯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是退回汉中，继续当苦哈哈的大头兵？你们自己选。干了，跟着参军干！宰了夏侯茂，拿下长安。参军指哪儿，咱们打哪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马谡随我上山。完了，要跟着这个疯子一起葬送在关中了。传我军令，抛弃所有重型辎重、营帐、盾牌、巨马，统统不要。把缴获的那12000匹战马全拉出来，会骑马的1人1骑，不会骑的现学，学不会的2人共乘1骑。从现在起，咱们不是步兵，是轻骑兵。参军，步兵强行骑马根本打不了仗啊，连马背都坐不稳，御敌一冲就散了。谁说要在马上打仗？马只是代步工具，到了地方下马结阵，照样是鸳鸯阵、绞肉机，要的是速度闪电战，懂不懂？每人只带3天的干粮，装在布袋里挂在马脖子上，剩下的粮草全给老子烧了！烧粮？参军，那可是3万担粮草啊！烧了咱们吃什么？吃什么？魏国人吃什么，咱们就吃什么！破釜沉舟，断绝退路，3天内打不到陈仓，全军饿死！杀！全军出发，目标陈仓。丞相，马参据此举是自寻死路啊！街亭的无险可守，当道扎营必被魏军铁骑冲散，退路一断，北伐大业休矣。他熟读兵书，却不知变通，纸上谈兵，害我3军。传令各部准备拔营，退回蜀中。臣亮言，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。丞相，我没事。街亭一事，气数尽了，我愧对先帝托孤之重。
参军，前方30里发现魏国大型运粮车队，打着魏国前将军的旗号，正往西边街亭方向走。大型车队必有重兵押送。参军，咱们现在人困马乏，绝不能硬碰硬。我带人去探条小路，咱们绕过官道，避免暴露行踪。绕？你当咱们是出来游山玩水的？那是敌人的运粮队。错，那就是咱们的食堂。传令下去，把蜀军的旗帜全给老子收起来，衣服上的蜀军标记全扯掉。从现在起，咱们就是从界陵败退下来的魏军溃兵。站住！什么人敢冲撞运粮大军？不要命了！自己人。我们是张合将军麾下的前锋营，街亭出事了，蜀军主力杀过来了。张将军让咱退下来找补给。张将军的兵怎么搞成这副样子？蜀军有多少人？张将军人在哪？兄弟们，开饭了！杀！敌袭是蜀兵！跑！往哪儿跑？给老子封死退路！一个活口都不许留！快！别光顾着吃，把这身破烂全换了。魏国人给咱们送装备来了，全军换装。以战养战，我打了一辈子仗，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没有后勤补给就抢敌人的补给，没有武器装备就用敌人的装备。参军这套闪电战法彻底颠覆了我对战争的认知。参军，这些粮车怎么处理？咱们带上这些粮草，足够吃到长安了。带个屁！老子说的话你当耳旁风。咱们是轻骑兵，要的是速度，每人只准带5天的口粮，装满水袋，多余的1两粮食都不许拿，把战马喂饱，剩下的粮草和辎重车全给老子烧了！烧了！这可是魏军前线半个月的口粮啊！烧！咱们只要速度，带上这些破车，1天连30里都跑不到，一把火烧光，让张合的残兵和魏国援军喝西北风去。出发！参军，陈仓到了，城墙高3丈，护城河宽2丈。看城头的守备，至少有3000精锐。咱们没有攻城器备，连一架云梯都没有。如果强攻，这2万人填进去，连个水花都打不起来。一旦在这里被拖住，等魏国反应过来，咱们就成了瓮中之鳖。谁说老子要强攻了？全军听令，挺直腰板。现在咱们是大魏右将军麾下的百战死士。王平带100个机灵点的兄弟跟在我身后，其余人拉开50步距离，刀出鞘，弩上弦，随时准备冲锋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前方乃大魏陈仓重镇，再敢靠近1步，乱箭射杀！瞎了你的狗眼！老子是张合将军麾下前锋营校尉，张将军在街亭被10万蜀军围攻，血战3日。你们陈仓的守军死哪儿去了？张将军的兵可有凭证？看清楚那是什么？张将军的主将印信。张将军为了掩护咱们撤退，已经战死街陵。老子带着兄弟们拼死杀出重围，3天没吃1口热乎饭，你他娘的还敢拿剑指着老子？你们这帮缩在乌龟壳里的废物！老子在前线和蜀军拼命，你们倒好，在这睡大觉。开门，立刻开门！耽误了老子回长安求援。夏侯将军怪罪下来，以你3族，把你们全家老小全扔进渭水喂鱼。去，把印信呈上来。快，打开城门！这位校尉，街亭到底怎么回事？张将军真殉国了。鬼儿子的苏军太多了，方不足。走喽。鬼儿子，这是蜀人口音。你们不是魏军，有诈！关城门，弟媳！换马，带上陈仓的通关文书和印誓。蜀军士兵在陈仓补充了清水，换成了城内缴获的战马，利用刚刚拿到手的文书以及依然完好的魏军伪装，马不停蹄向东狂飙。陈仓遇袭，快开门让兄弟们进去防御！陈仓遇歼，蜀军连夺2城，沿线的守军2道关卡，守军根本不知道陈仓已经失守，马谡如法炮制，大骂守将骗开城门，门一开立刻翻脸夺城，2万大军毫无阻碍地切开了关中平原的防御网。参军，这可是长安，城墙5丈高，外头还有2丈宽的护城河，咱们2万人连一架云梯、1辆冲车都没有，拿头去撞那包铁的城门。兄弟们跟着你打到这儿，连命都豁出去了，但攻城不是野战。没器械，这2万人填进护城河，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。谁让你去撞城门了？去把陈仓缴获的牛皮全搬出来，把牛皮裁成扇形，卷起来，用麻绳扎紧，做成1头大1头小的圆筒，每10个人做一个。半个时辰内，我要看到2000个牛皮筒子。传！
参军，这玩意儿顶什么用？就算喊破嗓子夏侯芒不投降，咱们还是进不去啊！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。夏侯芒是什么货色？曹魏第一草包，靠着娶清河公主才爬上这个位置，这辈子连死人都没见，更别说打这种灭国战了。对付他不用刀剑，用吓的就能把他吓死。全军压上！将军，是一支骑兵，看盔甲是我大魏的军队。大魏的军队，张合的先锋营不是去接顶了吗？哪来的骑兵回长安？没有打旗号，阵型散乱，来路不明，将军不可掉以轻心。前排2000人，举统！跟我喊：张合已死，10万蜀兵已包围长安，降者免死！张合已死，10万蜀兵已包围长安，降者免死！张合将军死了，5万精锐全军覆没，怎么可能？10万蜀兵包围了长安，不许退！谁敢后退半步，立斩无赦！将军，不能乱，这是敌军的攻心计。攻心计？他们说张合死了，那可是5万铁骑啊！街亭丢了，关中完了！将军糊涂，张将军乃当世名将，5万铁骑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全军覆没？这群人连攻城器械都没有，分明是虚张声势！将军快下令放箭，稳住军心！城下的贼子听着，本将乃大魏驸马夏侯茂，尔等少在这里妖言惑众。张侯将军手握5万大军，怎么可能不给你们这群残兵败将？长安城内有精兵10万，粮草堆积如山，尔等若不速速退去，本将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把那玩意儿推上来！参军，真要把此物投上去？这可是大魏右将军的信物，咱们留着去向丞相请功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劳。请个屁的功！打不下长安，咱们全得死在这关中平原上。此物就是最强的攻城锤。夏侯茂，你不信吗？老子现在就把他的信物送上去见你。那是什么？将军小心，是炮石！张合是张合，死了，真的死了，真的是张将军的将牌，长安守不住了，蜀军真的杀过来了。主将已然惊惧失措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蜀军实力强悍，不然怎么可能击败张将军？快逃命吧！城门一破，我们都难逃一劫。再喊，降者免死，负隅顽抗者，城破之日鸡犬不留。降者免死，负隅顽抗者，城破之日鸡犬不留。都不许退！谁敢言降，这就是下场！放箭，给我放箭！死守城隅！将军，下令死守！只要守住3天，大都督的援军必到。守不住的，张合都败亡了，我们拿什么守？对，大魏没有投降的将军。看好将军，谁敢靠近城门半步，杀无赦！督战队集结，跟我下城楼，死守城门。退回去，死守城门！谁敢靠近城门半步，杀无赦！参军，城里有硬骨头，将军印没能彻底乱了敌军，有人强行稳住局面，咱们一时进不去。哼，在关中地界，我专啃硬骨头。陈仓缴获的空白文书丝帛还剩多少？回参军，还有2大箱，全部搬出来，撕成8丈大的布条。只诛曹贼驸马夏侯一人，献城者封万户侯，让军中识字弟兄照此抄写，一律用血书写，越多越好。参军，这是要离间敌军。夏侯茂本就贪生怕死，如今城内他就是最怕死之人。把这些布条绑在箭杆上，用连弩射入城中。我要让全城人都知晓，取夏侯茂首级，便可拜侯领赏。放！只诛夏侯茂，县城封万户侯。来人，去把赵明抓起来！他要谋反，他想取我性命领赏。将军，赵偏将正在死守城门，一派胡言，速速卸了他的兵器，抗命者立斩！快去！妖言惑众，此乃蜀军诡计，私藏布条者斩！赵偏将，将军有令，命你交出兵权，随我回城楼成话。大敌当前，临阵夺我兵权，城门何人来守？将军怀疑你通敌谋反，即刻放下兵器。哈哈哈哈哈！通敌谋反，我拼死守城，那贪生怕死之徒反倒疑我。我赵明生为魏将，死为魏鬼，抗命不遵，拿下！杀了赵明，绑了夏侯莽，换万户侯，谁敢上前？大魏亡了！将军，全军反了，快逃！别杀我，我有重金，保你们加官进爵。长安守军愿降大汉，献上贼将夏侯茂。入城。参军，我们拿下长安了，丞相毕生希愿，先帝遗愿，我们做到了。即刻接管4门防务，收缴军械，将降卒拘入军营，清点府库粮草，前往未央宫。
竖起大汉旗帜，报！参军，大事不好！司马懿率领10万大军火速回援，距离长安已不足50里。10万？你数清楚了？司马懿不是在宛州吗？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大旗上写着平西都督司马，前锋骑兵已经过了渭水，步兵漫山遍野，根本看不到头啊！他们急行军赶来，连营帐都没扎，直奔长安城。完了，10万大军，我们这点人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。参军，撤吧！咱们只有2万人，全是轻装骑兵，连守城的滚木石都没准备。弓箭在刚才射劝降信的时候就用掉了一半。司马懿那是10万百战精锐，咱们硬守就是死路一条。趁现在魏军还没合围，咱们从西门撤，顺着陈仓原路返回，带上夏侯莽这个废物驸马，退回汉中。丞相绝不会怪罪，这也是天大的功劳啊！撤！老子拼了命打下了长安，你让我拱手让给司马懿？谁敢言退，老子先剁了他！司马懿算个什么东西？他带10万人来，老子就让他10万人全埋在关中。参军，这不是街亭，街亭有漏斗地形，你靠着计谋和阵法能挡住骑兵，可长安城外是一马平川，司马懿10万人四面围城，几架云梯就能把咱们淹死，咱们怎么打？传令全军，立刻把长安4门全部打开，护城河上的木板全给我铺好，铺平整了。所有士兵全部撤回城墙后面，贴着墙根蹲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探出半个脑袋，立斩无赦。把城里缴获的连弩全搬上城头，击过上膛，对准城门外，每10个人管1台连弩，箭匣全给我塞满。再把陈仓带过来的那些破烂巨马胡乱堆在城门洞两边，中间留出一条只能过2匹马的道，大开城门。你是要放司马懿进来打巷战？咱们这点人打巷战也是送死啊！巷战个屁！去后房给老子弄一条肥羊腿，再搬个马档来。老子今天要在长安城门前请司马懿吃烤肉。全军停止，列阵！痛快！父亲，长安已破，夏侯茂那个废物连半天都没守住，城门口那人必定是敌军主将，待儿臣率军冲杀进去，夺回长安。从接到张合战死的军报，到我率军日夜兼程赶来，不过短短数日，张合是5子良将，手握5万精锐，却在街亭全军覆没。长安城高池深，夏侯防虽然无能，但城内也有数千守军，怎么可能在半日内悄无声息了，连一点攻城厮杀的动静都没有？这支蜀军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诸葛亮是不是把蜀国的主力全调到关中来了？看他那副肆无忌惮的模样，城墙上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安静的让人毛骨悚然。城门洞里那些残破的巨马摆放的位置极其诡异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实则暗藏杀机。此人是谁？回都督，据溃兵所言，率军攻破陈仓，拿下长安的是蜀汉丞相参军马谡。马谡，诸葛村夫的得意门生，熟读兵书，精通阵法。他在街岭当道扎营，用地形绞杀了张合5万大军。现在他又在这大开城门，摆出空城计，架势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。他故意让城门大开，故意在阵前烤肉，就是为了激怒我。只要我大军一动，必中其计。司马老贼，远道而来，饿不饿？要不要来吃口羊肉？这长安城的府库里好酒好肉多的是，夏侯莽那孙子还留了不少好东西。你若是怕了，就赶紧带着你这10万土鸡瓦狗滚回宛州，别在这碍老子的眼！疯了，参军彻底疯了，这是在逼司马懿攻城啊！父亲，此贼狂妄至极，长安城内绝对没有多少伏兵，这分明是他在虚张声势。张合将军轻敌冒进才中了埋伏，我们10万大军结阵推进，他拿什么挡？住口！你懂什么？兵法云：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马谡能斩张合，能半日破长安，岂是一隅之辈？你看他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城内必定有10面埋伏，贸然攻城，只会重蹈张合的覆辙。父亲，此乃虚张声势的空城计，儿臣愿率5000精骑踏平城门，取马谡首级。去，带5000虎豹骑，试探虚实，不可深入城门洞。若有异动，即刻撤回。儿臣领命。前军散开，虎豹骑出列。来了，真来了！闭嘴，把头低下去！参军没发话，谁敢露头？这，准备！司马老贼，你个缩头乌龟，派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来送死！张侯那个废物已经被老子砍了脑袋，现在就在下面等你。你这10万土鸡瓦狗，敢不敢来跟你马爷爷斗冲一波？黄土，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！
我大魏10万大军在此，顷刻间就能将你这长安城踏为平地。哈哈哈！踏平长安，你来，你现在就来！老子在街亭2万人把张合5万精锐剁成了肉牛，老子在陈仓半个时辰杀光了守军。夏侯茂的那个废物被老子吓得尿了裤子，乖乖把长安城门打开。司马懿，你真以为老子这2万人敢在这平原上跟你10万人野战？你看看这城门洞，看看这好城河，老子把城门大开，把吊桥放下，就是为了请你进来。你敢进来吗？你这头生性多疑的老狐狸，你敢踏上这吊桥半步吗？不对，不对劲。张合乃沙场速将，5万大军怎么可能在街亭全军覆没？除非蜀军主力根本不在汉中，全都在街亭。诸葛村夫定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他故意放出风声，说主力在岐山，实则把10万大军全交给了马谡。马谡在街亭吃掉张合，顺势拿下陈仓，直捧长安。夏侯茂那个草包，看到10万蜀军围城，必然不战投降。他现在大开城门，在那里烤肉喝酒，就是为了激怒我。只要昭儿这5000骑兵冲进城门洞，城墙上的连弩就会万箭齐发。城门一关，两侧的伏兵杀出，我这10万大军就会在护城河边被彻底切割包围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空城计，这是10面埋伏。长安城内绝对藏着10万蜀汉精锐。诸葛亮，你这老贼，好毒的计谋！真能管用？管不管用，就看司马懿那老贼怎么想了。参军这是在赌命，拿咱们2万人的命赌司马懿的多疑。小崽子，你退什么？你不是要踏平长安吗？你不是要取老子首级吗？来啊！老子连兵器都扔了，你敢不敢跨过这把刀？欺人太甚！虎豹骑，随我冲！司马老贼，你手举酸了没有？要打就打，不打就滚！老子的羊腿都快凉了。前军变后军，全军后退30里，安营扎寨。没有本督军的将令，任何人不得出战，违令者斩立决。父亲，长安就在眼前，贼将只带了几个人在城门口装神弄鬼，为何退兵？儿臣只需1炷香的时间，就能把马谡的脑袋砍下来，挂在战车上。蠢货，你当真以为这是空城计？诸葛亮把10万大军全交给了马谡，就等着你往里钻。张合是怎么死的？就是轻敌冒进，才在街亭被斩杀。能斩张合，半日下长安。此子行军布阵，不拘常理，虚实难测。马谡乃当世疯魔兵仙，无不如也。退！全军立刻退！退了，司马老贼，真他娘的退了！退了，魏军退了！啊！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守住了长安。参军神威！参军真乃兵仙转世，从今往后，参军指哪末将打哪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末将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参军神威，兵仙转世。行了，都起来。司马懿退军30里，必然会派探子来探查，立刻关闭城门，升起吊桥，把城里的滚木劣石全都搬上城头，安排人手轮班换防。老子好不容易骗来的喘息之机，别浪费了。末将遵命，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，也绝不让魏军踏入长安半步。丞相，不能盖！大军虽败，但主力尚存。再给我3万兵马，我走子午谷定能直捣长安。现在退回汉中，先帝的基业就全完了。魏延，你少在这里说风凉话！街亭一丢，粮道全断，10万大军差点被张合包了火锅，都是马谡这个狂妄之徒，误国误民啊！非要当道扎营，害得前线全线崩溃。他自己死了不要紧，连累了整个蜀汉。先帝，老臣无能，错用马谡，致使3军败退。这出师表一地，老臣还有何面目去见先帝于地下？你回城禀报陛下，臣亮有罪，10万大军铩羽而归，皆因臣用人不明。丞相切莫自责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陛下定会体谅丞相的苦心。何处军情？如此慌张？前线800里加急。是街亭的战报吗？马参军，他还是死在当道了吗？我就说他纸上谈兵，不仅害了自己，还害了10万大军啊！丞相，您当初就不该派他去守护街亭。报丞相，马参军没有死，他没有守山，他在街亭4路口当道扎营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当道扎营？张合5万精锐，他当道扎营拿什么挡？挡住了，不仅挡住了。马参军利用地形废了魏军的骑兵，他亲自上阵，脱了文官袍服，穿上重甲，跟张合肉搏。他一刀斩了张合的脑袋，5万魏军先锋被杀得全军覆没，血流成河。阵斩张合，全歼5万先锋。张合枪法毒辣，当年老夫也曾与他交过手。马谡一介书生，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就凭他2万步兵能把张合剁了？
你再说一遍，张合死了。丞相，张合的首级就在军中，这大印是马参军亲自缴获的。张合死了，我大汉北伐的心腹大患竟然被右长一刀砍了。我是在做梦吗？马谡把张合杀了，那我们还退什么兵啊？哈哈哈哈！好一个马右长，老子以前小看他了，真他娘的带种，书生杀人，杀的还是五子良将。丞相下令吧，大军立刻杀回街亭，趁势拿下陇右。将军，不用去街亭。不去街亭去哪儿？难不成马谡还敢向东打？马参军撕了丞相的撤军令，他带着2万残兵，换上魏军的盔甲，骑着缴获的战马，一路向东狂飙，连破3道关卡，炸开陈仓城门。他让人在城外架起投石机，把张合的右将军印空投进了长安城头。好狠的手段，杀人诛心，夏侯茂那草包怎么受得了？夏侯茂被吓破了胆，魏军哗变兵不血，直接打下了长安。长安，先帝啊，长安打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长安收复了，大汉的旗帜已经挂在未央宫上了。司马懿率领10万大军回援长安，马参军大开城门，在护城河边烤羊腿，指着司马懿的鼻子破口大骂。司马懿吓得连退30里，亲口承认马参军是兵仙转世。10万大军被一个人吓退了，马攸长他还是人吗？司马懿生性多疑，看到城门大开，必然以为城内有10面埋伏。右长这是拿命在赌啊！马参军让小人转告丞相，肉夹馍。这是何物？三国争霸的烽火仍在燃烧，但马谡兵仙的神话已然在这片大地上彻底铸就，大汉北伐的大业才刚刚开始。